你知道这小子得罪了多少人吗？长春会的人估计就占一半了，还保护他。刘爷，你可不要小看于哥，他可是和谢启荣交过手，平手。你小子能别吹牛逼不？你这朋友要是能和谢启荣打成平手，我把头拧下来给你当球踢。那刘爷，你这次找我来是有什么事吗？没别的，我说你听着，吴乐我可以替你挡一阵，但最后肯定挡不住，因为谢启荣的事，长春会已经在从郫县叫人了，他们这次是一定要把谢启荣送回精神病院的。我给你指条路子，就这几天，郫县那几个老不死会路过邯郸，到时你找过去，去送礼，去磕头，去当孙子，他们就算让你吃屎，你都得吃，吃了就没事了，没问题吧？刘爷让我们见的这个人姓甘，甘老头会路过邯郸到武安留几天，具体原因暂时不太清楚，好像来武安和什么钟有关。这天，他带着我去了一个地方，他有个小孙子，和这男孩搞好关系就能见到他爷爷，只要他爷爷喜欢你，吴乐就不会再找你麻烦。那刘爷，你带我来这做什么？直接去他家不就行了吗？你别管那些，人岁数越大，耳根子越软，尤其是对自己孙子孙女，这是我给你指的一条活命的捷径，快去，他就在这条街。在路边下了车，我径直朝集市入口走去。男孩18岁，看起来很普通。我走过去问：“你捅这狗干啥？”我乐意，要你管。你玩这狗有啥意思啊？走，哥带你去玩点更刺激的。我不去，爷爷说不让走远，等会儿要回去吃饭了。不远，就在前面，我们去玩一会儿，再回去吃饭，没人知道。说不去就不去，你这人怎么这么烦？怎么样，好玩吗？好玩，谢谢你啊哥，你人真好。甘龙龙拽了拽我衣服，嘿嘿笑着指了指马路对过的公共厕所，他拉着我走到女厕门口，像划火柴一样使劲一划擦跑，冒烟后丢到了女厕所里。小子，你太坏了，你不能这样干。那咱们去栅男厕所吧。因为有事相求得哄着这孩子，这个公共厕所没有灯，男厕黑灯瞎火没有人，地上又不明水迹都结了冰，他拿在手上点着，走近2步，抬手就丢到了坑里，没成想。我操！出来一看，我差点吐出来。甘龙龙本来一身新衣服干干净净，现在满身都是卫生纸，还有条状物、块状物、黏不拉几的东西，到处都是，臭气熏天。他坐在地上，一边大哭，一边摘衣服上的卫生纸。卧槽！你别往身上扔啊！快走快走，回去赶快洗澡。哥，我怕我爷爷打我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走吧，我带你回去。走吧，我带你回去。领着他进了蓝天宾馆，门口保安都捂着鼻子远远跑开。他住的是3楼，门打开，我看到了一名看起来知书达理的中年女人。你是？这是你家龙龙吧？我来给你送过来了，赶快给他洗洗。说完，我移开步子，露出来了藏在我身后的甘龙龙。父母不嫌孩子脏，但一顿打是少不了的。302住着甘龙龙和他妈妈，303住着一个老人。这老人闻讯赶来后，看都没看我一眼，直接去看他孙子了。半个小时后，老人让我进去。你叫什么？我孙子怎么成这样了？都是误会，你孙子在外头玩，出了意外，是我救了他。我是乞丐刘的朋友，有事情特意来找甘老年。小林，你帮龙龙洗洗，换身衣裳。我知道了，爸。你跟我过来。老人领着我进了隔壁303房间，知道眼前这位老人的真实身份，我不敢摆任何架子，毕恭毕敬打了声招呼。甘爷好。说说怎么一回事？我是路过邯郸，带着家人来旅游的，你怎么会认识乞丐刘这个人？还有这种东西，蓝药水，是吴乐这么跟你说的？甘爷，乞丐刘说您嫉恶如仇，身怀正义，我和长春会结仇就是因为蓝药水，如今这东西早已不在我手上，下落不明了。之前骗吴乐那次，实在是无奈之下的保命之举。我们这1年多以来，东躲西躲，受了不少，还望甘爷您出手相救。郑大胆啊，郑大胆！该走就走吧，别硬撑着了。这世上怎么会有那种药水？多活几年又能怎样？不过是在苟延残喘，自欺欺人。你刚才说你叫什么来着？向云发。好，我知道了，你走吧。走，您答应救我了。等过2天忙完那件事，我亲自把吴乐叫来问问。如果事情真如你所说，那样会里的确是因为郑大胆的病以大欺小。现在我不会答应你。甘爷，你说的忙完那件事，是不是要去活捉谢启荣？小子，会里的事你知道的还不少啊。没错，我们来确实是要把谢哥带回去的。看他比谢启荣大不少，竟然还叫谢启荣谢哥，难道谢启荣比他还大？爸爸，怎么了，小林？龙龙给他洗干净了没？别提了，爸。
洗头膏1瓶都用完了，我跟妈说了，妈很生气，把我骂了一顿，还要爸你给她回电话。孩子洗干净就成了，你告诉他干什么？干爷老伴儿，也就是干龙龙奶奶在电话中破口大骂，说大过年孙子掉茅坑里太晦气了，这是在他们四川那边叫招晦，必须要在新年到来之前除掉晦气。怎么除晦？就是吃百家米百家饭，拿个破布袋上街，跟人家里头借米，每家每户给抓一把，凑够100个人了，就算完成了百家米。你闹哪样啊？我是谁？我什么身份？你让我上街去要饭，北方10省谁敢让我这么干？你是狗屁！你到底去不去？你非得跑还得鼓捣你那什么破钟？我让儿媳妇监督，实在不好我明天坐飞机过去。要是你没能龙龙吃上百家米，要是你给捣鬼，你就跟你那破钟过日子吧。爸，你也听到了，妈说的话我不敢不听。明天我去这附近跟人要米，也不知道人家给不给，丢死人了。别去，我不去，你也不能去。看什么看？没见过要饭啊，嫌丢人啊！刘爷，要饭是你的看家本领，这次是真要饭，你得帮我。我见人都不好意思说话，怎么要饭？还不是你小子给捅的篓子。不过也罢，帮了你就等于帮了我，走吧。刘爷，要饭是你的看家本领，这次是真要饭，你得帮我。我见人都不好意思说话，怎么要饭？还不是你小子给捅的篓子。不过也罢，帮了你就等于帮了我，走吧。我跟着乞丐刘早上出发，要饭要了一整天，100家的，每家都给舀了一点。干爷还特意派了个人看着，他怕我偷奸耍滑，直接买现成的。等到天色擦黑，要了半袋子大米。晚上9点多，我拿着百家米去蓝天宾馆给送米，没曾想人竟然不在。峰哥，干爷爷在宾馆地下2层，你直接下去找他吧，我给你开门。那好，谢谢了龙龙。地下室空间很大，灯泡度数不高，幽暗空间中摆放着一排巨大的木架，几十个青铜编钟悬挂在木架上。一个年龄20左右的长发女孩正用小木棍敲击着编钟试音。你小子怎么来了？干爷，我是来给您送米的，百家米放地上就行，先出去。你和会里的事儿我知道了。小美，你再试试上层7号接钟。好的，干爷。下半部分再试一下。音色音调是很接近，但我一听就听出来了不一样的地方。可能我确实有学音乐的天赋，我耳朵能前后左右随便动。下雨天干盗墓时可以试着地下听雷。于是我插嘴道：不对啊，干爷，好听是好听，但这个音对比上个音不行。你能听出来，的确是低了半个音。难道你也是学声乐的？我不是学音乐的，但我就是听出来了差一点。你们把音调高点不就行了吗？哪有这么简单？我和小美已经试过很多次，连向师傅也说不要再调了，稍有差池，这7号接钟就报废了。行了，小美，今天咱们就到这儿吧，我下礼拜1就要走了，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，先这样吧。干爷对青铜编钟很痴迷，但要想修复7号编钟也不是没有可能。我心里想了想，如果要是能帮干爷修好7号编钟的音律，那他是不是就会帮我打着算盘？当天晚上，我约小美出来吃饭，给她说了很多关于编钟的事，并且还告诉她7号编钟可以修好。是啊，干爷除了打拳，唯一的爱好就是这套复制钟。他说过一句话，希望自己死后能把这套复制钟带到棺材里。我听了很难受。我感觉就差最后一点了，要是不是在你包里，要不咱们再去调一下？那要不然我和干爷再说说。不行啊，你说了他肯定不会同意，咱俩合作把最后一口钟调好，他知道了肯定高兴。看小美有点意思了，我不断给她洗脑，最后把她说动了。夜深人静时再次站到这里，我又有了不一样的感觉，说不出来的感觉。找到7号接钟，我解开绳子，双手捧着把钟取了下来。你听过类似的完美音，你说停我就立马停行吗？好，开始吧。小美打开电砂轮，又开始磨了大概有几秒钟，我则是在一旁听着编钟的音律。虽然声音变化很小，但我也能听出来编钟的音律是有变化的。我立即喊停。停，再敲一下试试。正音侧音高了，都高了，太好了。是啊，但只是高了一点，照刚才的步骤再来一次，下一次就是最完美的7节音，下一次就是最完美的7节音。好，我们再来一次，这次一定能成功。你说停我就停。砂轮打开，又开始继续打磨编钟的音眉区。我也很紧张，手心都出了汗。不过短短几十秒的功夫，感觉到了那个临界点。我刚要大喊他停手，就在这个最关键的时刻，我裤兜里的手机突然响了声，这短暂声响让我分神。停，快停手！怎么了，峰哥？先别管了，快用木锤敲一下编钟。小美愣了愣，表情都要哭了，我脸色也变了，声音发闷，
回音也没了，变得和敲洗脸盆声音一样了。完了，干爷准备带到棺材里的编钟好像报废了。我怒气冲冲掏出手机看了眼，竟然是小米给我发来的一条短信，内容只有短短5个字：峰哥睡了没？小美，干爷知道了会有什么后果？干爷这几天就要走，我们能藏就藏，别让他知道。我问你，干爷知道了会有什么后果？你干嘛？后果？你才认识干爷没几天，不知道他起火是什么样子。他一旦发火了，谁都不敢上去劝。可能是练拳的关系，以前有医生建议他学着调整情绪，适当的听一些古典音乐。晚上回去，想着小美的话，我躺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。一想到某种可怕的后果，我就不寒而栗，忍不住了。我给小米打了电话。小米，你在哪呢？峰哥，我们回玉林了啊，在把头站呢。把头刚刚还问你来着，你能不能来一趟邯郸，试着帮忙修一口青铜编钟？去邯郸修编钟。电话中，小米的话音听起来很意外。我说是。当下我把碰到的困难告诉了小米，不知道他有没有办。没想到的是，小米竟然把廖波也给带了过来。我心中大喜，啥也别说，说干就干。这祸虽然是我自己闯的，但也和小米有直接关系。但我没说出来，因为眼下是紧要关头的时候。问题又来了，没材料，修编钟是需相同的材料，来得及。他们什么都没带，于是我想起了干爷说之前帮他调编钟的那个人，向光，向师傅。不过天色已晚，我安排小米和廖爷跟我回去。此事之前已经告诉了乞丐刘爷，他把我骂了一顿。刘爷，这是廖伯，这是廖伯徒弟小米。屋子大，我今晚有事不住这里，你们随便找个房间住吧，我先走了。也是没想到，小米一来到客厅，就从厨房端了一盆饺子出来，和上次吃那个一样，饺子还是包得很大，还是韭菜馅的。怎么样，峰哥？我看冰柜里有韭菜有鸡蛋，就做了饺子，味道还可以吧？可以，味道不错。一盆里有3个，我吃了2个就很饱了。是啊，峰哥，你怎么不吃了？吃饱了，明天早上再吃。哎呀，还有一个，峰哥你吃完行吗？要不然我生气了。动都不想动，真吃不下，撑得慌。那我来喂你。来，张嘴。隔天早上，我带着小米、廖伯来到了向师傅家里。并且表明了来意。你们要找7号接钟？没有啊，那东西我只给干师傅做了一套，没有多余的，所以最后一口钟不完美，我才劝他别调了。向师傅，我们不需要7号钟原件。几年前你复制那套曾侯乙编钟，肯定融过不少战国青铜器。您仔细想想，编钟肯定是用混铸加分铸的方法做的，这期间一定会产生多余的材料。见向师傅不为所动，廖伯又继续说：这样吧，我们也不白拿，另外再给你1万块钱，行不行？真没了。当时为了找到最合适的合金比例，我做了大量实验，都消耗完了。胡说！你床底下还有一堆破铜烂铁而已，当宝贝有什么用？他老婆说完话，直接进了卧室。几分钟后，提了个麻袋出来，砰的将麻袋扔到了地上。向师傅看着地上的袋子，一脸肉痛。你们拿走吧，就这东西。此行目的既已达到，我们下午又赶了回去。廖伯下午一直在研究称重量、画图纸，他不断和小米商讨。说1天之内定方案，计划是明天晚上修钟，因为小美做掩护，干隆隆做内应。我知道干爷还没发现，这对我们来说是个好消息。也就是这天晚上后半夜2点多，又发生了一件比较奇怪的事。我一个人住在东屋，床上有个兔子布娃娃。我这几天习惯了夹着兔子娃娃睡觉，我正睡着，忽然迷迷糊糊的听到卫生间水龙头开了，流水声音很大，客厅里电视机也开着。难道小米这么晚了没睡？出去看看。客厅没开灯，电视机亮着。我过去关了电视，走到了小米房间门口，房门没有锁。我看到小米躺在床上背对着我，被子蹬到了一边，显然已经进入了梦乡。我悄悄推门进去帮小米盖了被子，出来关好门。这时厕所卫生间水龙头还开着，我以为可能是小米睡之前洗漱忘了关，便径直走过去。廖伯，这么晚了，他怎么还在洗头？洗发水都没放，他这是干啥？卧槽，冷水！廖伯，你洗头很冷啊，别再感冒了。听到了我说话，廖伯洗头的动作停了下来，他也没擦头，突然转过身来看着我，不停的眨眼睛。廖伯就是一颗不停的眨眼，好像迷眼了一样。廖伯，你眼睛没事吧？云峰这么晚了还没睡啊？我没事，就是出来洗个头，洗头膏没找到，哈哈。廖伯，你等等先。怎么了？没什么。那好吧，我先回去睡觉了，你也早点睡。事情还没完，隔天早上，由于昨晚睡得晚，这天早上我快9点了才醒，客厅里飘来阵阵香气，知道我饿。小米喊我出去吃早饭，早餐还是小米做的韭菜大饺子，
还有一小碟咸菜。怎么又是饺子？我不吃饺子啊！哎呀，峰哥，人家只会做饺子吗？你是不是嫌弃我？我怎么又是饺子？我不吃饺子啊！哎呀，峰哥，人家只会做饺子吗？你是不是嫌弃我？我硬着头皮吃了一个，结果是真吃不下去了。小米又开始喂我吃饺子，拳头大小的饺子，一口一个，看我吃的香，小米眼睛都笑成了月牙。正吃着饭，屋外传来了敲门声。峰哥，你快吃，我去开。刘爷来了，吃了没？没吃，一块吃点。这位是？这我一个朋友，也是昨天刚到，我领过来，大家认识一下。刘爷介绍，此人名叫白日生，和人握手不是走得比较近吗？靠近握手那一刻，我突然闻到他身上有股淡淡的香味。干盗墓的鼻子灵，有时需要闻土，所以我闻出来了。刘爷，你还没吃吧？要不我再炸点饺子。吃过了，今天就是带白兄弟过来认识下。廖伯这时候喝完了米汤，他放下碗擦了擦嘴说：元丰啊，修编中昨天我已经定了方案，我需要再去看一眼实物，有几处细节还没拿准。且慢，有事儿。师傅，你干什么？你这个坏蛋，为什么要打我师傅？小米，你先等一下。刘爷，这是什么情况？这人或许有问题。刘爷，你说廖伯有问题，难道是？我只是一瞬间的感觉，不能确定，也有可能不是。具体情况还是让白老弟试试吧。白日生，外号叫一柱迷香老海狗，也就是88年脱离长春会的迷香高手。刘爷之所以说昨天有事，其实就是去找这人，因为他也发现廖伯有点不正常。姓白的举着香靠近廖伯鼻子，用手小幅度扇风，等了2-3分钟，廖伯突然睁开了眼睛，也不动，看着天花板不动。姓白的见状，用手敲了敲廖伯膝盖。如果是正常人醒的，敲膝盖不是会弹一下吗？但是廖伯没有，他没有反应。差不多了，如果他近期精神受过刺激，接下来就会有反应。小子，你喊一下这老人的真名试试。廖三丁。廖三丁。白兄弟，这是什么情况？是我感觉错了。刘爷，看来这次你真搞错了。如果他吃过朱家折筋，应该会有反应。白老弟，我听不懂你们要行的话，不过听你的意思，好像是说廖伯近期没有和这姑婆接触过，我这么理解可对？是的，既然问题已经给你解决了，那我也该走了。那边还有事需要我去做，我不便在此滞留。白日生走后，刘爷也跟着一块出去送，我则是在一旁安慰小伙。1个小时后，廖伯这才慢慢醒了过来。中午还是吃的饺子，我不知道小米昨天晚上包了多少，吃了2顿了还没有吃完，而且小米变着花样给我做，又是煮饺子，又是炸饺子。到了晚上9点，我、廖伯、小米则是进了蓝天宾馆，我和小美在外头等着。廖伯和小米进了地下2层，等了差不多有2个小时，因为事先准备好的材料，这次廖伯没花多长时间就补好了7号编钟里的窟窿。我正在外头打着瞌睡，这时屋里传来一声清脆悠扬的响声。好了，廖伯、小米，是不是好了？我们能不能进去？好了，峰哥，你们进来吧。快进去看看。我招呼小美一声，刚进到屋里，我闻到了一股糊味，地上几块白膏板上有退火的痕迹，那口7号接钟已经移到了一边。廖伯正在往包里收拾工具。刚才在门外听到了，我能试试吗？当然可以。一中双音，音色完美。太谢谢你了，峰哥，这次你们可真是帮大忙了。不用谢我，这是廖伯和小米的功劳。这次不仅修好了之前的窟窿，而且还将音色发挥得这么完美。那就这样吧，天很晚了，我们就回去吧。干爷，你还没睡？干爷冷着脸，一步步走到了编钟前，他伸手摸着挂在最上层的7号接钟，像是在安慰一位多年的老友一般，用木锤轻轻敲击了2下。干爷放下木锤，闭上眼睛仔细聆听了片刻，脸上露出了一丝微笑，睁开眼睛，他转过头对我说道：向云峰，我干巴巴欠了你一个人情。干爷言重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另外，只要干爷记得我之前说的事就行了。我手上没有蓝药水，我想要的就是让程会不要再找我麻烦了。哈哈，后天出发，你跟我北上去榆林，等把谢师傅的事结束了，我让吴乐当着你的面保证，我们长春会不会再以大欺小。虽然我也要回榆林，但我更加不想见到谢启荣，想起来他我就害怕。我脸色一变，干爷，我就不和你一道了，您说一声就行了。那不行，如果的确是吴乐做错了，我会让他当面跟你道歉，坦坦荡荡，问心无愧。所以你身为当事人，是要和我走一趟的。那干爷，你一定要保证我安全，不能让任何人害我，尤其是谢启荣。谢师傅他并非会内第一，
马王爷身体好时，一个人就能对付他。这次包括我在内，会里从郫县召了4名高手过来，想来谢师傅是必败的。我后天上午出发，有专车，你到时收拾一下，跟我一块去。后半夜3点多，闷闷不乐回到住的地方，我一头栽在沙发上不想动。只见小米端着一个不锈钢盆过来了，他把盆子放到我眼前，我一看，盆里有3个大饺子。卧槽，昨天吃了煮饺子、炸饺子，现在又变成了蒸饺子，拿走拿走，我不吃了。吃吧，快吃饺子。峰哥，快吃饺子，很好吃的。小米廖伯，今天是怎么了？怎么老是让我吃饺子？小米廖伯，今天是怎么了？怎么老是让我吃饺子？我说了我不吃，快拿走！我后退2步，小米和廖伯对视一眼，二人忽然露出一丝微笑。他们拿着蒸饺走过来，我跑开2步，一把拍掉了廖伯手上的蒸饺，蒸饺掉在地上，借着屋里的灯光，我低头看了看，只见饺子馅里好像有很多小虫子，灰白色的，在韭菜馅里钻来钻去。没关系，峰哥，等下我来收拾，我这儿还有一个。你别过来，你再过来我要叫了。你叫吧，叫破喉咙也没人搭理你。卧槽，原来是个梦。峰哥，你醒了。对了，好像2天都没见于哥了，于哥去哪了？你于哥在邯郸遇到个老朋友，去见老朋友了。小米脸上表情正常，看着小米拿着拖把离开的背影，我看得眉头直皱，走到楼道外关严了门，开始打电话。云峰，打听的怎么样了？于哥，打听的差不多了。你们在西安分开之后，小米大部分时间和小轩在一块儿。上礼拜周6，小轩说小米回来的很晚，到后半夜3点多才回来。他一个人？一个人。那么晚了，去见谁知道吗？这个我还在查，暂时不清楚。这样，于哥，你再辛苦一趟。西安离咸阳不远，你去咸阳银杏养老院找一个叫吴喜林的人，吴喜林的老婆是广西人，叫阿兰。你表明来意，帮我问问他们。这2天小米性格有些反常，我看出来了。为什么这么说？因为来邯郸之前，小米是绝不会对我动手动脚，现在他突然放开了很多，时不时会抱我一下。我说了不吃饺子了，他还劝我吃，但就是在离开前的最后一晚，我又碰到了一件怪事。廖伯手机响了，他接起电话喂了一声，我坐在沙发这头恰巧看到一幕，廖伯打着电话，忽然又开始眨眼，一刻不停的眨眼。我走到跟前都没反应，我把他手机放在我耳边，你们猜我听到了什么？我瞳孔收紧，猛然间回头看了眼小米的房间。小米，起来，给我。峰哥，你要干嘛？你别管。咦，没打电话。小米躲被窝里用手机在上网聊天，我往上翻了翻聊天记录，小米是和一个网名叫伤心男孩的人在聊天。你是男的女的？怎么了？没怎么呀，就是问问。我是女的。是吗？宝，你是哪的人啊？谁是宝？你好恶心，我不跟你聊了。峰哥，怎么了？哦，没事。峰哥，你不要多想，我没有跟伤心男孩聊天，是他主动加我聊天。没事没事，你睡吧，晚安。我不由得又怀疑了，难道是我这2天睡眠不足，太紧张，幻听了？早上9点多，我和干爷上了车，因为差生没有位置，所以只能让小米和廖伯坐火车回榆林。为什么去榆林？因为谢启荣还在榆林。干爷，你来了。来了，人都到齐了吗？先说说谢哥吧，说详细点。眼镜男点点头，掏出了几张冲洗出来的照片，他拿起其中一张给所有人看。谢启荣还穿着那身女士白色长款羽绒服，只不过比1个多月前脏了不少，拉着个绳子，绳子后拖着一辆木头板车，车上绑了一大堆东西，好像有盆子、铁锅什么的。这是化肥厂监控拍下来的，是近期一张照片。此外，根据我们的人反馈情况来看，谢师傅打死了新楼巷公司的2名电工，后者当场死亡，打伤了鱼缸保卫科的3名保安，1名重伤至今未醒，把一个老太太尸体丢到了一户人家门口，为了吃饭偷了大概18只鸡。眼镜男念完了一张纸，又准备拿另一张，干爷摆了摆手，行了，别念了。看来老郑这次压力很大，若是谢师傅离开榆林去了别的城市，老郑怕是更难做。老楚，你和我同岁，好多年没交手了，你怎么看现在的谢师傅？不好说，已经快有30年没见了，我们都已经老了，如果出了意外，我没办法，我会下死手。那就这样，锁定谢师傅藏身位置，明天和当地沟通一下，我们调整一下状态，明天晚上动手。会里人正在交谈，大院里开进来了一辆没牌车，亮着车灯，从车上下来一个中年人，一步不停地进来了，是吴乐。他看到我后皱了皱眉，没说话。
吴乐，这人你认识？认识，他叫向云峰，和会里有些过节。哈哈，有过节，具体原因我已经查清楚了。这世上哪有什么长生不老的药水了？你们这帮人整天就一起跟着副会长胡闹，活了一辈子了，谁能不死？干爷，不是长生不死，是可以帮人续命。我不管那些事，这个年轻人我已经给过他机会，以后不许再找他的麻烦，懂了吗？吴干事，你们要的蓝药水真不在我手上，至于在哪我不知道，你要是不信，去香港那个报亭问问。那好，此事我会查清楚。会里人找你不光是因为药水，什么？还有什么事？你自己心里应该清楚，以后小心。吴乐说的其他事情我不清楚，但我知道这事肯定没有这么简单。当天下午，我接到了于哥的电话，我委托宇哥去银杏养老院问吴喜林老伴小米的情况，可没曾想，云峰，人见到了，出事了。吴喜林老伴看来快不行了，医院来养老院做了插管。那老婆婆还记得你，她念叨着说你身边有虫，还说你要是不听她的话，活不到来年开春。此话当真？当真。我这2天又眼皮跳，感觉会发生什么大事。你过来一趟吧，尽快，我在养老院等你。好，就这1、2天过去，我们在养老院碰头。长春会抓捕谢启荣的地方就在榆林最大的化肥厂，早已荒废不用。这里离小鸡脚婆住的地方不远，车子停稳，下了车，差不多10个人聚到了一起。干爷，根据会里前几天调查，晚11点半到12点之间，谢师傅会拉着板车回到机修厂，这条路是必经之路。吴乐那边呢？回干爷，吴干事已经办好了，今晚不会有警察过来，机修厂外围住的人已经全部搬走了。好，等下谢师傅露面，你们不要出手，我们来就好。如果他还认我们几个，或许会放弃抵抗；如果不认，干爷看向其他人，3名老者点点头，达成了一致。夜色如墨，所有人藏在路边，等着最后一刻到来。晚11点45，远处出现了一抹白色身影，很多人都听到了拉板车和吹口哨的声音。一个瘦高个拖着板车向我们这边走来，车上放着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，有只死鸡绑在最上头，鸡头冲下耷拉着悬空，车每走一步，鸡头便来回摇摆着。谢启荣边拉车边大声吆喝：拉废品，废品拉！我是拉车小行家，刮风下雨都不怕，有货我就出去拉。所有人注意，目标已到位，按计划开始。谢哥，还记得我们几个？甘小超、张彪、楚大河、武生。谢哥还是没忘记我们几个，跟我们回去吧。那里有吃的，有住的，有人照顾，有吃有喝，听起来不错。走，咱们回去。那行，先上车吧。而就在这时，谢启荣正准备上车的时候，眼角余光一瞥，恰巧看到我了。2人大眼瞪小眼，就这么干愣了几秒钟。完了，向风风，哈哈！卧槽！动手！干爷3步上前，一把从身后抓住谢启荣衣服，使劲往回一拽，谢启荣飞了出去，不偏不倚砸到了板车上。你是谁？打你爹干嘛？过来，我教训你！姓张的老人助跑2步冲了过去，谢启荣立即站起。老三，住手！老五，杀不得啊！小心后面！谢师傅，我们输了。不是你们输了，是你们老了，而我越活越年轻，还是得练气呀。不过你们也得死。我要是死了，就没人去救阿妹了。阿妹是谁？阿妹是你妻子，是你老婆，你还有个小孩，他们都住在佳木斯精神病2院，你忘记了？听到这话，谢启荣眼神陷入了迷茫。干爷继续道：你记不记得精神病院地下室有个小门，阿妹和你孩子就藏在里面。谢师傅，你去看看吧。你糊弄鬼呢！我他妈还是童子，炼精化气知道不知道？
我画了50年了，都画完了，去哪生孩子？是在你没画完之前有的。行了行了，你别扯淡，我想起来你是谁了，你不是老干吗？我不杀你了，走吧。怎么，你还想打？现在已经没有继续下去的必要了。谢师傅，人我带走了，会里还会来人的。哼，告诉郑大胆，谁来都不好使，我是不会跟你们回去的。一共3辆车，2辆都走了。我在最后一辆车里对司机喊：“走啊！你愣着干什么？别杀我！谢师傅。”小峰峰，你好啊，我们又见面了。别跑，给我站住！小峰峰，你给我站住！月光下，谢疯子单手高举着拨浪鼓，满脸微笑，大长腿一跨2米，飞快地朝我追来。人在极度惊吓时，往往能爆发出自身潜力。击修场3米多高的围墙，我一个箭步爬上前翻了过去。佛祖保佑，佛祖保佑！找不到我，找不到我！哈哈，找到你了！这是什么地方？谢启荣没杀我，这是为什么？先出去看看。看到这一幕，我瞳孔瞬间放大。这女的就是以前在飞鹅山见过的女人，跟在小柳头身边那个，叫温云。你不应该把那小子抓来，我没有让这样做，而你这样做，打乱了我精心准备的计划。我干儿子让的，你再敢这么跟我说话，我弄死你呀！哼！不过是个疯子，终究上不得台面，难成气候。跟我来！不要装了，我知道你早就醒了。你跟陈红一个样，一只臭虫而已。红姐在哪？你不用知道。如果你想见陈红，我给你个机会，吃了褶筋，当我的狗。怎么不吃？由不得你，你没有选择的机会。去吧，让他吃了。如果你想见陈红，我给你个机会，吃了褶筋，当我的狗。怎么不吃？由不得你，你没有选择的机会。去吧，让他吃了。我惊恐地看着这一幕，已经准备拼命了。谢启荣拿着小纸包看了眼，突然间毫无预兆的一把塞到了自己嘴里，一边吃一边笑。你怎么可能？你怎么可能没有被控制？这不可能！呀！你别过来，向云峰，救我！快救我！我惊恐地注视着这一幕。谢启荣1米9多的身高，他单手掐脖子，把这女提了起来。一秒，嘎的一声，我听到了清脆的骨头断裂声。哼，一点也不知道尊老爱幼，该死！主子死了，那只白猫头鹰咕咕叫着往天上飞。谢启荣抬头一看，当即捡起一根木棍高高举起来，大喊大叫着去追天上的猫头鹰去了。我还在缸里，他像是把我给忘了，一人一鸟，眨眼消失在了河滩上。对不住了，云峰，我老婆已经等不到你回来了，所以已经先走一步了。没关系的，吴爷，只要能治好小米的病就行，我无所谓的。阿兰知道没办法帮你了，不过现在要想确定你有没有事，他走之前说给了我一个办法，有30%的成功率。什么办法？吴喜林说的吃鸡蛋黄，起初我还以为很简单，但当他告诉我怎么吃的时候，我已经不知道怎么做了。是这样的，不能咬破，要一口吞下去，而且还要一口气，连吃100多个。吴爷知道我没有办法做到，便在超市买了2包气球，让我把鸡蛋黄塞到气球里，然后再吞下去。不仅是我，小米也要吃。小米犹豫了片刻，慢慢塞到嘴里，使劲一咽就吞下去，表情有些痛苦。吞吧，你俩把这一盆都吃了，过1个小时再吃1盆，都是为了治病。年轻人，你加把劲，我专门用的柴鸡蛋都是小的，蛋黄也没多大，想想这是为了你们自己，不是为了别人。你们明天在屋里上厕所，完事后自己拿样品看看，看看就清楚了。我肚子里怎么会有这么多虫子？这怎么可能？看来阿兰没有看错，年轻人，你被人整了。当初阿兰让你别吃别人的东西，你不信不听，咎由自取了。我没吃，我就吃了饺子。小米脸色煞白，红着眼不断摇头说：“我不知道，我死也不会害你的，峰哥。”算了，这不怪你，吴爷，我该怎么办？我还这么年轻，不想死。放心吧，阿兰交代过，阿兰的老家乔纸婆没有了，我也只能让鬼草婆出山。
你过2天和我去一趟吧。那小米怎么办？抱歉，你这位朋友是什么情况我不清楚。不过据我所知，他应该是中了这姑婆的纸儿巾。这玩意不好弄啊，这玩意不好弄啊，这个只能你自己想办法。天下3大邪术，汪湘西就占了2个巫蛊和赶尸。赵爷是有传承的赶尸人，他应该和本地黑苗有接触。于是我拨通了湘西赵爷的电话。赵爷，你这次一定要帮我。小米现在中了这姑婆的纸儿巾，听说你们湘西那边有黑苗，我想试试看能不能治好小米的病。我倒没什么事，就是路有点远，深山黑苗脾气古怪，估计不会离开深山。这样吧，我下午收拾一下和徒弟去一趟，去把那个病了的孩子接来。湘西赵爷已经答应了来接小米。第2天上午11点多，我在车站接到了湘西赵爷。赵爷变化不大，一只袖口空空荡荡，这手是被乞丐刘砍掉。辛苦辛苦，赵爷，咱们先去吃饭。不用，先看那孩子。回到银杏养老院，湘西赵也看了小米的情况，他说有些复杂，和当初红姐情况有些类似。湘西赵也打量周围环境，皱眉说：隔行如隔山，术业有专攻，这问题我也是一知半解，不如不说，还是抓紧吧，只有到了我的地盘才安全。那赵爷，小米这次治病需要多长时间？不清楚了，估计也得2年吧。峰哥，我不想走，我不想离开你，我不想离开小萱姐和豆芽仔，我不想去那么远的地方。听话。小米眼眶红了，我眼眶也红了。我抢笑着说：小米，你不会孤单，到时候廖伯会去陪你。你到了苗寨要听人话，让你吃什么就吃什么，寄人篱下不要闹脾气，我等你回来。小米就这么走了，越哭越凶，看着他离去的背影，我不由得感叹。接着吴爷瞪了我一眼：走吧，还是先顾好你自己吧，自己命都快没了，还去顾别人。广西西部深山里，大后山苗寨村的苗语很特殊。吴爷带着我来到了一处偏僻的小房子，戴大耳环的古婆语速很快，她突然指着我，叽里呱啦讲了一堆。吴爷介绍道：古婆说她看出来了，你肚子里有虫，她可以帮你打虫，但有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要钱的话可以，她开个数就行。这我真没想到。古婆说你长得不错，治好你后，你要跟她回去，要倒插门娶她孙女。吴爷，你没听错，苗族还有倒插门，那我不成赘婿了。没错，你说的很对。老头老婆婆听不懂普通话，吴爷也是心大，他想了想说：小子你啊，给你支个招，你先什么都答应下来，等治好了你就跑路。天下这么大，苗寨里连部电话都没有，谁能找到你？云峰，吴爷说的对，四海为家，你天南地北哪都走，骗的人多了去了，也不差这一回。实在不行，我跟老婆婆商量商量，让我留下来倒插门，我就看这小姑娘挺顺眼的。打定了主意，随后不管这古婆说什么，也不管能不能听懂，我都点头说好。好好好，你快点给我治吧。一番交谈过后，房间里的人就剩我、吴爷和那老太婆了。鬼草婆看了我一会儿，忽然在我面前蹲下，我还没反应过来，只觉一股冰冷至极的寒意顺着脚底板传来，冷得我差点站起来。原来是鬼草婆把我双脚按水里了。忍住，才刚开始你小子就不行了。不是啊，这水太凉了。他说什么？他说让你忍一忍，尽量不要发出声音打扰他，别说话了。随后他从包里掏出几个玻璃瓶，一排针盒，玻璃瓶外面包着纸，看不到里面装的什么。选了根大头针，他抓着我脚，在脚拇指肚上刺了一下，我忍住了，没叫出。卧槽，还来！阿婆可以了吧？我怎么还流血？再流下去我要死了。他说可以了，让你再等等，还要在这水里泡半个小时。就这样，这种痛觉持续了半个小时。后半夜1点左右，鬼草婆往沸水里倒了另一种不知名药粉，她用杯子舀了点，示意让我喝下去。喝完水，鬼草婆让我回去睡觉。说来有些奇怪，我前2天不睡觉都不困，喝了那水后突然就有了困意，眼皮打架打得厉害，当时就躺在沙发上昏昏沉沉睡了过去。早上睡醒后还是觉得很困，我又睡到了下午。云峰，你可睡醒了？昨天那脸盆里的水你看了没？你快去看看。这水怎么了？不还是昨天那样吗？你拿起来仔细看。我从脸盆里捡起来一小块冰，对着阳光一看，这么对着光线一看，顿时吓得我头皮发麻，后背起了一层鸡皮疙瘩。这时候吴业进来了。云峰，这次的事情就当是个教训，下次记得不要再吃别人的东西。刚刚我问了阿婆，她说你的病基本上已经没什么大碍。那我现在是不是可以走了？废话，难不成你还要留下来倒插门？趁天黑赶紧离开吧。吴爷，救命之恩没齿难忘，今后你要有用得着我像云峰的地方，义不容辞。哈哈，这是我老伴临走时最后的心愿，他不忍心见死不救，
所以才委托我帮帮你。无爷，救命之恩没齿难忘，今后你要有用得着我像云峰的地方，义不容辞。哈哈，这是我老伴临走时最后的心愿，他不忍心见死不救，所以才委托我帮帮你。回到榆林，我接到了把头的电话，说骆家山要找我合作，让我陪他们一块去干一票。当天，于哥陪我去了一趟骆家山住的地方，我却发现一个很奇怪的人，这人叫田三九。骆家山看了我一眼，介绍道：“九哥，这人就是向云峰王显生徒弟。”小洛，这事你就别操心，让我来处理就行。若不是当初我在阿拉善迷了路，没有及时赶到，小洛你就不会受这样的苦。九哥，小洛，这人和骆家山长得一点不像，应该不是兄妹，难道是那个关系啊？回官这是王把头偷走妙音鸟，这事我不会说，可以帮你们隐瞒作为条件。我这次来回关损失惨重，所以我需要搞一笔钱，我帮了你们，现在你和于小子要帮我，事后我们两不相欠，怎么样？洛姨，具体在哪？计划是什么？要不要我通知码头，咱们合作？不用叫王显生了，你叫他就是看不起我，不是只有王显生会用脑子的。如果当时我在阿拉善，后果不至于那样。这人说话口气好牛逼啊！这人，你能对付得了老学究和笑密码？要真厉害，也不至于在沙漠里迷了路。小兄弟，你不用在意，我性格就是这样。我知道前几天你和一帮野路子有交往，你只需要这样干。他走近在我耳旁说了一些悄悄话，说的就是杨坤那伙盗墓贼。他让我主动和杨坤接触，和他们搭伙，不要暴露，剩下的就不用我管了。事后我问了把头这人的来路，把头听后想了片刻，在电话中说：“云峰啊，如果是那几个野路子，我不会让你和他们搭伙，那些人死得很快。但要是田三九这个人的话，你们俩可以干，这是个机会。”把头，骆家山的严把头，就是你说的这个田三九，很厉害，我没听说过这人。云峰，你还太小了，以后你就都知道了。骆家山不是简单人，他的严把头自然也不是简单人。这田三九人称玉面孟尝，行里人说他20岁入行，一次不曾失手。更有人传，骆家山之所以混到回官级别的盗墓贼，70%的功劳都来源于这个人。这么牛逼？那把头，你的意思是我可以接着活儿？接啊，怎么不接？有钱不赚是傻子。骆家山不敢坑你，田三九也不敢坑你，知道为什么？我不知道，因为你是我徒弟。计划是定在晚上10点。杨坤介绍后，我记下了这些人的名字，只有一个女的，30左右。是我当时见过的女人当中最丑的一个，这女的叫婷婷，其他都是男的，一个叫赵老鼠，一个瘦子外号叫水泵，还有个叫三包，目标是咸阳滨州不远处开元寺塔。田三九没有来，他的母的就是让我帮着这伙人成功拿到开元寺塔塔底的东西。我们在开元寺塔附近租了一个门面，是为了掩人耳目，晚上几个人就聚到一起，在屋内开始挖盗洞。我操，是不是卡石头上了？这拽不动啊！水泵，你劲都使哪了？是不是都使给婷婷了？稳犊子，真卡住了，搭把手。你们等一下，里面好像有什么反光的东西，是不是挖到什么？我看看。这一看不要紧，黄毛脸色刷得白了，我也吓得话都说不完整，开始本能的向后退。是蛇，一大团蛇。怎么会有这么多蛇？哪来的？别跑！你们跑什么啊？三包吓得直接用木板盖住了洞口，盗洞里光线瞬间暗了下来，最后跑出来的水泵见洞口盖住，顿时破口大骂。先别管他们，走，跟我过去看看。我不去，要去你自己去看。有什么大不了的？你看你俩胆子小的，我去就我去。这次爬回去，我看清楚了，水泵一倒刨出来几十条蛇，长的1米多，短的有小半米，蛇都钻到地底下洞里多，算自然现象。想了想，觉得不对劲，我小心的避开地上几条团花蛇，仔细看了看墙面。我发现了一个向右蔓延的小洞口，空心的，拳头那么大。难道到地宫了？没有吧，这还差得远。跑得挺快的，你们还回来干什么？我小声骂了句，接着进了这个洞口，里面空间不大，隐约能在周围发现一些盗洞说子板。洞口另一头深不见底，我刚进来没几步，便在前面7、8米远的地方发现了什么东西。走近一看，这一幕差点没把我吓死。这个人是谁？怎么死的？难道在我们之前，这里已经有人打盗洞进来，被人捷足先登了？想兄弟，你点子多，现在突然出了这么档子事，依你看，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干？不清楚，你让我想想。办公，我害怕，有个死人。别怕，别怕，哥在这呢，婷婷不怕。先别管了，既然这里已经被人挖过了，那我们去看看镜头有没有被挖通。另外，这具尸体不能动，反正又不是我们干的。走到尽头，水泵抬头看了一眼，指着顶部说：“这上头是到哪了？应该接近古塔了，别问了，赶快干，
动作轻点，我怕有的板子不稳了。水泵点点头，他半跪在地上开始刨土。这些土是回填土，之前肯定被人翻过，铁镐一碰便哗啦啦往下掉。就这样反复作业，两班轮流换。我们看到了砖头，砖墙中心部分有个直径不到1米的大窟窿。走，进去看看。而当我们走进来一看，这一幕惊呆了在场的所有人。地宫砖墙上掏了10几个小洞龛，每个洞龛里好像都放着东西，有落满灰尘的佛像，有香炉，还有一些纱布包裹着的东西，可能包的是手抄佛经一类的小物件。这还不算完，在一对水晶舍利塔的中间部位，放着一个青石莲花雕刻的底座，莲花座上盖的黄布已经有些风化，露出来一样东西，是一个巴掌大小的小棺材。杨坤都有些不敢相信，他使劲揉了揉眼。发了呀，我们是不是发了？怎么还有这么好的宝贝？发了呀，我们是不是发了？怎么还有这么好的宝贝？老马，快用麻袋装！老大，快来看，这里还有一个马扎。什么马扎？那是做的像马扎的铁笼子。我操，这么沉！老大，这什么玩意？值钱不？你没看这上头写了，铜钱、金簪、宝珠都葬里头了，这是宝贝，最少也值个10万块。杨坤没有认出来，但我心跳得很快，这可不止10万，这是供养石函，和法门寺出土的石函一样，白水晶舍利塔、迷你金冠银果、皇佑5年供养石函。这些全都是1级甲等文物，但凡敢拿走一件，基本上就得从10年开始谈。拿干净了没？放心，老大，我看了好几遍，没剩下东西。这样吧，我一人再给你们加5000块钱，给你们5万5，就算卖不到这么多，我也认了。5万5？你糊弄谁呢？这些东西加起来恐怕还不止这个数吧？5万5啊，这么多钱，好几年我都挣不到。杨哥对咱们够意思了，你别贪心了。见婷婷帮他说话，杨坤满意的点了点头，他又看着我说：“你是新来的。”按规矩是没有钱的，不过你也出了力，过2天等东西卖了，我分你这个数。1万块钱，那还不够我去洗个脚，打饭要饭的。这是我表面上对他们恭恭敬敬，实则实在担心田39让这伙野路子来帮忙挖，现在东西在这伙人手里，想要他们把东西交出来，想必是不可能的，除非杀人越货。见他们几个下去回填盗洞，我则是进了厕所，听到门外没什么动静，拨通了手机。我问你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你知道昨晚上出了多少货？接着说。阿育王塔、金冠、白水晶舍利塔全让杨坤拿手里了，我不知道你要干嘛？难道你想杀人越货？看来王先生脑子没传给你啊！杀人越货，你以为我会用这么低级的招数？你不杀人越货，怎么拿到冰塔那些地宫文物？我估算过，光那3件东西价格都要上7位数了，你不可能不了解。是谁告诉我要塔下东西的？你说什么？你不要冰塔地宫的东西？明天晚上过了12点，就是正月18，是黄道吉日啊！按照陕北地区风俗来说，便是诸事大吉，百无禁忌。至于你问我为什么，你很快就会知道。电话里一阵忙音，田39挂断了。我在心里猜测种种可能，想不出一个合理的解释。片刻后，田39出现在了我面前，他淡然一笑，两指并拢，啪的打了个响指，然后说：“好了，吉时已到。”你这个疯子，你干了什么？你用雷管炸了盗洞？向云峰还是太年轻，我看出来王先生想培养你，要想混到这里，你还缺一样东西。你之前是不是很奇怪，为什么王先生同意让你跟着我干？我没说话，只是一旁静静的听他说。你缺的是狠心，没有这东西，你永远推不开回关大门。而接下来所发生的事，是谁都无法预料到的。他掏出手机，按了3个数字，电话接通。他只说了一句话：“喂，我要报警，宾塔广场好像有人盗墓。你们快过来，吉时已到。”我万万没想到，田39竟然直接报警了。没想到他会突然这么干，因为我是杨坤团队成员之一。最多15分钟，警察就会来。我劝你还是赶快离开，盗洞里的人不可能活下来。一来我想表现诚意，二来我想给王先生一个面子。所以临走前我跟你透个底，人我杀了，东西我不要，我有另外目标。就为了你那破目标，你杀了这么多人？无所谓，你可能有所察觉，黄毛和魏小刚是我的人，宾塔地宫下的东西有辨识度，无论流到哪里，那些人都会去追索。你简直就是个疯子！田39看着被炸塌的盗洞，突然开始疯狂大笑起来，愣了片刻，然后又说：“这批地宫文物就是定时火药，小洛，我最爱的女人，她被逼得折断自己双腿，藏在一个老鼠洞里整整3天，她当时该多疼！如果小洛坐3年轮椅，
那我就让整个陕北文物局乱3年。信息量太多，来不及消化。没过多久，周围传来了刺耳的警笛声。我一口气爬上山，藏在大石头后面不敢动，大口喘气，脸上都是汗。我就一直躲着不敢动。后来才知道，那伙下墓的人全死了，只有我一个人活了下来。田三九的很，我不想学，也不去学。把头是把头，田三九是田三九，我向云峰就是我向云峰。把头，是我。云峰啊，这么晚了，打电话找我有什么事？我原本将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讲了，有件事我一直想不通，所以才会给把头打电话。把头说不用怕，他敢报警就证明处理过了。田三九不要冰塔地宫下的东西，那是因为他有更好的目标，具体是什么他没告诉我，而是承诺到时候给我们100个点。当天他带着我们去了一个地方。到了，就是这里啊！这里不是一家棉花厂吗？这怎么看出来的？想要找到这东西，没有点准确的消息，我怎么可能来？用探测器挨紧地面，一寸寸扫过去。我们现在站的地方是一个大仓库，房间里密密麻麻堆满了各种杂物，灰尘很大，其中堆放最多的就是棉花厂各种旧设备、旧机器，数量非常多。就在这时，探测器传来了回应。是什么？先挖出来看看吧。当看清挖到的东西后，我脸色顿时变得难看，是个锈迹斑斑的烂洗脸盆。找，给我继续找，东西绝对在这里某个地方。关上仓库大门，从太阳落山时开始，一直到黑的什么都看不见了。凡是露出来，我们几乎用探测器扫了水泥地每一寸地方，一无所获，除了之前挖到的烂洗脸盆，水泥地下连根毛都没有。田九额头上青筋暴起，气得一脚踢了破水盆，后仰躺着倒在了地上。你们看，那是什么？没什么，不就是房顶吗？咋了？我知道了，这里以前是2楼，不在地下。走，去房顶。你上去，把绳子送下来。上来。你说的就是这东西，能拿得下来？大宝，给我踹开！红眼睛得令下手，他每踹一脚，我有种错觉，感觉整个房顶都在晃。片刻后，房顶的烟直接掉进了房子里。下来后，田三九摆手赶了赶灰尘，打开手电向桶里看去。我和于哥也凑过去向里看。明正德13年，埋葬灵济宗月天和尚的铁佛寺塔第7层塔刹，天元地方塔顶，看到了50年前铁佛寺被盗丢失的塔顶，就在眼前。我就知道在这里，当年这东西就没出去，只是没曾想会被藏在这里。先把这东西带回去吧。这东西怎么处理？有没有下家？会不会把东西卖到国外去？这东西，如果你卖给收废品的，值几百块钱；如果你卖给古董贩子，可能有几万块钱。但如果你卖给专门信佛的有钱人，如果这有钱人听说过月天和尚，那多少钱我说了算。我说几十个是他，说100个也是他，懂了？哼！别忘了，你答应我的100万。塔刹只是附带品，铁佛寺的铸铁佛才是我真正要的。只要我能得到，你们该得的那份钱自然会得到。那关于铁佛，你有什么线索？没有一点线索，剩下的只能慢慢去查了。于哥开车开了近2个小时，田三九下车以后，他带我来到了一处自建房，敲了4房门。这是宠物内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。把头，你怎么会在这？先进来再说吧。云峰，你和文斌跟着田三九去找铸铁佛了？是啊，把头，怎么了？那好，今晚你和我去一个地方，我们去找一样东西。找什么？把头，你不是要找铸铁佛吗？我们必须要在田三九找到之前拿到它。我没听错吧？把头，咱们和他不是合作关系吗？直接告诉他不就行了吗？云峰啊，你知道那铁佛的价值是多少吗？这个我还不太清楚，我没看到过了。不过听田三九说应该在200个点，怎么了？你要记住，世上只有绝对的利益。田三九找你帮忙，最后却只给我们100个点。事后我去查了一下，他给你们的报价只是拿东西的1/10。你俩还这么卖力的给他找东西，那现在怎么办啊？把头，莫慌，既然他不仁，就别怪我不义。既然他不仁，就别怪我不义。事不宜迟，赶紧行动。据把头打探到的消息，铸铁佛被藏在了南厂区牢坊部间地下1层6号仓库。当时2棉南厂区在施工建新厂房，工人们都放假了。3个进去后，他又让于哥把门关好。我拿手电照了一圈，问把头：“这就是一普通车间，哪有地下室？这里面积不小，你们年轻不知道，以前在我们那个年代，大工厂都会建一些地下室当掩体据点，为了防止有什么意外发生。”把头没说错，还真有发现。西南角落地上堆着一堆烂破烂，乱七八糟啥都有。于哥发现有块铁板压在底下，挪开，移一边去。你慢点，把头，这台阶有点陡，别踩空了。你开什么玩笑？又不是老眼昏花，赶紧进去找吧。
要在田39找到这东西之前拿走铁佛。都说了叫你小心点，看吧，摔疼了没？疼倒是不疼，只是痔疮被捅破了。你们先找吧，我先休息一会。这里面积大概500-600平米，屋里一垛一垛堆了上百个大麻袋，脚下地面上都是烂棉花。我往下摸了摸，顿时激动的大喊：快过来！把头鱼哥，快过来！我找到了！快，先抬上来。谁？王把头过年好啊！看来还是你们领先。田39突然出现在地下室，他一边鼓掌一边露出笑容。紧跟在他身后的除了红眼睛黄天宝，还有2个我不认识的男的。铁佛留下，我今天可以暂时放过你们。哦，那我要说不呢？老狐狸，我们都属北派，给你个机会打一场。打架是吧？来啊！我之前就一直想试试。傻大个，我跟你打。红眼睛眼神中闪过一丝挣扎，转瞬消失。我有些于心不忍，跟的主人不一样，但不管怎么说，我们和红眼睛做过朋友，我没忘了他偷偷给我火腿肠和酸奶。别说话，你们退后。来啊，怂比，你个大傻子！老狐狸，我们都属北派，给你个机会打一场。打架是吧？来啊！我之前就一直想试试。傻大个，我跟你打。红眼睛眼神中闪过一丝挣扎，转瞬消失。我有些于心不忍，跟的主人不一样，但不管怎么说，我们和红眼睛做过朋友，我没忘了他偷偷给我火腿肠和酸奶。别说话，你们退后。来啊，怂比，你个大傻子！于哥，别去，你要相信于文斌。够了！能压制天生神力的大宝于文斌，厉害啊！这场你赢了，那么我这可是还有2个人，谁来打？你来。谁他妈怕你？来就来。你王先生，你这徒弟怕是撑不过2分钟。接下来就你了，我怕你这年纪的身子骨遭不住啊。我不行啊，我年纪太大了。不过我不用跟你动手，你没发现我少了人？把头笑着说。田39脸上笑容戛然而止，他似乎想到了什么。你感动他？我也不想害一个残疾坐轮椅的女人，这要看你。王先生，你知道我的弱点，当然我自己也知道自己的弱点。你以为我会让你动小洛？你以为我会毫无准备？我告诉你，已经晚了。你那2个人只要敢去，有去无回。小洛现在在的地方，整个咸阳市除了我，没有人能找到他。原来豆芽仔小轩没来，是把头让他们去抓骆家山了。可现在听田39的话，他似乎早就料到了把头会走这一手。怎样，王先生，你可认输？听到这话，把头没有表现出慌乱，他双手背后，一步步走进田39，站在了他面前。我没输，是你输了。田哥，救我！不可能，你不可能找到他，你不可能找到他。哼！田哥，我的腿。够了，是我输了，我不要铁佛了，你别动他。抬起头来，你听着，要想让他活，决定权不在我，在他。把头单手指向我，我愣在了原地。田39一步步向我走来，走到我身前1米处，他突然扑通一声双膝跪地，给我跪下了。向把头，我田39，求你放了他，铁佛我不要了，我求你。我深吸一口气，
扭头看向把头。这场对决是把头赢了，田三九弱点被攻破，输的不冤。他不知道的是，此刻在咸阳还有一个会口技的人，电话里是一个叫阿春的女人。原来这几天一直没看见豆芽仔和小轩，是因为把头让豆芽仔和小轩去找这个人了。阿春口技在八大门中属于平门中的偏门，和傅宇一样，过去全靠一张嘴吃饭。男的能学女人说话，能学小孩说话，更有技术高深者，只要听过的声音都能模仿出来。不过他是长春会的人，问题来了，阿春又是怎么答应把头愿意帮他的呢？原因只有一个，没有永远的朋友，只有永远的利益。把头，田三九要是知道这次我们坑了他，他会不会出尔反尔来找咱们麻烦？输了就是输了，就算反应过来，他也不会再来找我们。玉面孟尝算是一个厉害人物，他赢得起，同时也输得起。云峰，对了，你准备以后在道上叫个什么名？想好了没？什么起名？我老了，现在身体也不是很好。如果以后有一天我不在了，你要靠自己，你要带着手下兄弟们。所以我刚才给你铺了第一条路，玉面孟尝给你下跪，这是很快就会在道上传开，以后会有更多人知道你。把头的话我听了很感动，的确，道上很多人都有自己外号，或者说是代号，而把头给我的代号就是神眼风。你觉得怎么样？好啊，这个听起来不错，比什么漠河散土王强多了。神眼风，把头，这个好啊，我就用这名啊。还有一件事，云峰，你自己应该还有些存货吧？是啊，把头，我有点小东西。行内老规矩，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。干我们这行就怕拿着东西抱窝，还有10几天就过年，钱老板肯定会在年前来，你整理一下，一块处理给他。知道了，把头，那我先回屋收拾收拾。回到屋里，我从床底下掏出一个绯色双肩包，拉开拉链，我把包里东西都到床上，这里头可全是我自己的家当。有什么呢？吴爷给我的盗墓笔记，有5个战国和魔青玉的玉人，一些铜杂件，一堆刻着文字的老狗牙，而我的身边就是用床单盖住的铁佛。铁佛面前有个人，这个人我就不多介绍了。豆芽仔每天早晚准时给上3根香，我原以为豆芽仔又开始信佛了，哪知道一问，不是这么一回事。人吃饭，佛闻香，我每天把佛爷喂得饱饱的，让他吃饱了好上路，卖个好价钱。你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卡里存的钱快200万了，比我们都多了。哪有疯子，我卡里就几万块钱。